Hello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你有发现我有什么不同吗？是不是我的脸比以前都要亮一些呢？还有呢，我的声音是不是也更加集中呢？在这个星期我生日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麦克风，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麦克风，因为我终于不用非常大声的录我的视频了。然后呢，也有另外一个朋友送了我一盏补光灯，然后那盏补光灯呢，它是可以变换不一样的颜色，就比如说现在你们看到我的脸是白白的，然后呢还可以换这个颜色。这个颜色我不太喜欢，然后还有这个颜色呢，就看起来比较温暖一些，还有这样这样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颜色呢？好，今天的视频我就先用这个颜色来录吧。我非常开心收到这两个礼物，然后我觉得送我礼物的朋友呢，一定是非常关注我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也很支持我做的事情。不过呢，我也会感到有一点点的小压力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在做视频上面我就不愿意偷懒，因为我不想辜负朋友们的心意。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，就应该知道，COVID 的病毒在中国又开始爆发了。那这一次感觉还蛮严重的。我觉得 COVID 这个病毒呢，虽然最早是在中国被检测出来的，但是中国政府在控制疫情这件事情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比如说上海，就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。我们可能大概经历了2个月左右吧，就是关闭商场、饭店，然后中小学生呢在家里上课，然后可以远程办公的公司呢，都远程办公，然后差不多就2个月以后吧，那个疫情呢就控制住了，然后生活呢基本也就恢复了正常。在过去的2年呢，我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，他们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正常的，就是跟COVID 的病毒出现之前呢就没有特别大的不同。但是在这2年，我在加拿大呢是经历了各大商场长期关闭，然后。还有电影院、饭店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关闭的。中小学生呢是一直在上网课，而且呢，就是也有好几次有了宵禁这样一个规定。那什么是宵禁呢？宵禁就是在晚上不允许出门。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就有过宵禁，就比如说是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，如果你没有特殊的事情呢，你是必须待在家里不能外出的。那即使是这样，在加拿大，就是比如说魁省，每天都有几千例啊，最多的时候有上万例的病例被检测出来。我的家乡上海呢，就是一直在抗疫这个方面呢，就是一直是一个优等生。什么叫优等生呢？优等生一般是形容在学校的学生的，那就是那些成绩非常好，然后各方面都非常棒，在学校也非常受欢迎的那样的一部分学生，我们叫做优等生。那我用在这里，我说上海是抗疫的优等生，意思就是说上海在抗疫这样一件事情上呢，表现得非常棒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在去年和前年，就是整整2年嘛，上海的确诊病例基本上都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0例。当然这个指的呢是本土病例。那上海也会有输入病例，
本土病例指的就是在上海这一个地区居住的人被检测出来是阳性的，那么我们称为本土病例。那输入性病例的意思就是说从国外回国然后在机场被检测出来的，我们称为输入性病例。那上海呢，就是本土病例一直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保持是0例，就是没有本土病例。但是你偶尔也会看见会有几例的输入性的病例。那这一些呢，都是从国外回到中国的。比如说留学生啊，然后或者在国外的华人啊，或者是回国就是比如说出差的那些人，就是他们那些人被检测出来的。中国呢，对于在海外想要回国的人，入境这样的就是一个规定呢，还是非常的严格的。那比如说。我们需要在上飞机之前呢，有48小时内有一份检测出阴性的一个报告，一个证明，才可以上飞机。然后飞机到达中国以后，比如说如果我从蒙特利尔飞回上海，然后我到上海之后呢，首先我要在上海的机场隔离，就是上海的机场旁边会有一个酒店，是专门用来隔离从海外回国的这样一群人的。那么我需要在规定的酒店里面先隔离2个星期，然后呢，如果在这2个星期之内你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而且检测也是没有问题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回家。但是呢，回到家以后，你需要居家隔离1个星期，也就是说，在这1个星期里面，你只能待在家里，你也不能随便出去活动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整整3个星期，你的活动其实是不自由的。然后呢，从海外飞到中国的航班还会有熔断。什么是熔断呢？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，是非常正常的。因为作为一个母语是中文的人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那就是说，比如说从蒙特利尔飞往上海的航班。当然了，就是现在蒙特利尔也没有直飞到上海的航班，我只是这样举一个例子，就比如说从蒙特利尔飞到上海，然后呢，在这个航班上，在这个飞机上，如果检测出5个人或者5个人以上带有这样的病毒，那这个航班在下1个星期就停飞。然后呢，如果在这个航班上面检测出10个人或者10个人以上，那这样的话，就会停飞4个星期。因为现在回国的航班比较少，然后又加上会有熔断的情况发生，所以呢，现在回国的机票非常的贵。一般情况下呢，经济舱是3万到4万，最高的时候呢，也会到5万、6万这样子。那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2年多没有回去了。首先呢，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假期可以用来隔离，然后呢，也真的是票价太高，回不起国。因为最近呢，上海出现了好几例本土的病例，所以呢，各种对于疫情的监控呢又开始严格起来。现在上海政府对于上海就是对于这样一个疫情呢，是用排查的方法。什么是排查呢？排查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一个一个人做检测。那比如说我妈就跟我说前2天我家的小区呢被封了，然后其实呢不仅仅是我家的小区被封了，是我们整条街的小区呢都被封了。就是一封的话呢就是48个小时，在这48个小时之内呢，就是小区里面所有的居民都要去做核酸检测，就是看你们小区里面有没有人得 COVID。
然后就是如果呢，一旦这一个小区它检测出有人得了 COVID， 那这个小区呢就会被关闭2个星期。昨天呢，我妈跟我说，我们小区没有人检测出来有问题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大家就都可以出门了，就自由了。但是呢，我们隔壁小区就被检测出来有人是得了这个COVID， 就是有这个病毒，所以呢就被宣布关闭2个星期。这张照片呢，还是我妈昨天发给我的。那除了检测每一个居民区呢，他们还会检测公司大楼。那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公司的老板呢就被封在公司里面封了48个小时。那现在都说上海人有2个担心哦，一个担心呢就是担心第2天没有办法出门上班，第2个担心呢就是担心出门上班以后呢回不了家。那说到上海这样严格的政策呢，可能很多外国人又要说中国没有人权了。但是呢，我只想说中国有中国的情况，而且中国的人口呢又非常的庞大，所以管理起来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。好了，今天关于疫情这样一个话题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对你们学习中文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把它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朋友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